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公司群里，员工发了图片，并艾特我：老板，你店里全被砸了，快来看看吧。我打开一看，新装修的店面以及昂贵的装饰都被砸得稀巴烂，气得我质问：是谁闹事？一位刚进群的女人嘲讽回复：我砸的就是你这个小三的店，花别人老公的钱很爽吧？说完，她在群里发出照片，一张是我和老公手挽手散步的照片，一张是她家里挂着的婚纱照，与我老公拍的。一个贱女人，还有脸用我老公的钱开店，我没砸死你就不错了。公司群顿时死寂一片，仿佛已经看到所有员工对我指指点点的画面。我愤怒地朝公司赶，紧急联系律师，准备一份离婚协议。我要让钟明付出代价，还有店里失去的所有损失，让他们照价赔偿，少一分都不行。我倒要看看一个吃软饭的男人有什么本事养小三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接到电话后，我开车抵达刚新装修的首饰店，一下车我就看见砸了我店的女人，她趾高气昂地被一堆人围在中间。钟太太，别生气，你也太低调了，要不是出了这事，我们都不知道你老公居然是允星集团的总裁呀。就是，难怪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气质非凡，原来这就是豪门阔太自带的贵气呀。今天我们是特意过来挺你的，大家可都是正经人，千万不能让那种下贱小三欺负了。对，小三的店就该砸，您不愧是允星集团的夫人，这么漂亮就会为民除害，真是好样的。就连公司负责人都对着砸了我店的女人讨好道：钟太太，我之前不知道您是允星集团的总裁夫人，还差点责怪了您。您放心，这是我绝对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她傲然享受着众人和负责人的吹捧，宛若最高贵的女王。钟明入赘多年，一直无所事事。为了历练她，我将旗下最小的允星集团交给她打理。没想到，这竟成了这女人炫耀和被吹捧的资本。见到我来了，刚刚还积极献媚的人群瞬间皱紧了眉头，一脸嫌弃地看着我，仿佛我是什么恶心人的脏东西。负责人径直走到我面前，冷着脸开口：李女士，我作为公司负责人通知你，从今天开始，店这栋楼不对您开放。我盯着负责人，冷声问：我的饰品店被人砸了，你们不但不负责，还要禁止对我开放？负责人不以为意道：我们这可是高端商业区，能来这里开店的人，哪个不是非富即贵？你一个小三，继续留在这里，只会败坏我们商业区的风气。我面色一沉，冷厉道：我劝你最好去调查清楚，到底谁是小三。话音刚落，钟明的情人林妍柔忽然走到我面前，一巴掌狠狠扇在我脸上。你一个下贱的小三，也配在我这个正室面前耀武扬威？真以为跟我老公在一起了，就能跟我抢钟太太的位子了？突如其来的一巴掌把我打懵了，其他人也指着我嘲讽道：看你长得人模狗样的，做什么不好，偏偏去给人当小三，破坏人家家庭。有些人就是表面老实，背地里不知道多骚呢。一看到有钱男人就跟发了情似的，巴不得岔开腿走路。小三就是女人之耻，尤其是像这样直接舞到正主脸上的。众人的议论和讨伐引来了许多围观者，对着我指指点点，甚至有人拿起手机对着我拍照录像，往我身上吐口水。我脱下身上价值10几万的外套，丢进垃圾桶，
随即直面林延柔：“你这么肆无忌惮，当众打人闹事，就不怕法律的制裁？”林延柔趾高气昂道：“该被制裁的是你这个下贱的小三，我是在替天行道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再说了，我老公可是允星集团的总裁，别说我只是打你，就算要了你的命，我老公都能替我摆平。”其他人纷纷附和：“要不是你当小三，柔柔怎么会打你？这都是你自找的，你一个贱小三，见到正事不夹着尾巴走，还在这故意挑衅，打你一巴掌都算轻的了。就是当婊子当上瘾了是吧？装出一副清高的受害者模样给谁看呢？我们可不是那些色迷心窍的男人。”就连围观群众也对我开骂，一个比一个骂得难听。见状，林延柔更起劲了，她看向我身后的车子，眼冒怒光：“你这贱人，花我老公的钱不心疼是吧？竟然还开劳斯莱斯，这车是你这种贱小三配开的吗？我这人最讨厌的就是小三，世上所有小三都该死。”说着，他掏出一把钥匙，在我的车身上用力画出了几个大字：“小三该死。”我扫了眼那几个醒目的大字，凛冽开口：“你马上就会意识到这4个字有多讽刺。”听我这么说，林延柔顿时气炸了：“你这贱人，抢我男人，还敢在这阴阳怪气笑话我！今天我就要你把当小三攒的钱全部吐出来！”说着，他从路边捡起一块砖头，对着我的车就是一顿猛砸，车窗、车灯、引擎盖，哪都不放过。见状，其他人也纷纷捡起趁手的家伙，对着我的车卖力乱砸。砸坏车窗之后，他们甚至还钻进车内，对着车座椅和内饰也疯狂乱划。原本整洁干净的豪车，顷刻间就被他们砸成了一堆废铁。我看着这群疯子，目光变得极冷，希望等会赔偿的时候，你们也能像现在这般痛快。没有人理会我的警告，全把我当空气。这时，一个女人砸开了后备箱，惊呼道：“你们快看，她后备箱里还藏了不少好东西。”林延柔走近，随手拿出一个玉镯子，不屑道：“一个靠出卖肉体赚钱的贱女人，竟然在这搞收藏，装高雅！”见状，我不由得发出警告：这些东西的价格可比我的车贵多了，尤其是那镯子，我劝你们最好别乱来。后备箱的这些东西都是我刚从拍卖会上拍来的。拍卖会结束，我刚好收到了店员的消息，还没来得及置放好这些藏品，就急匆匆赶来了这里。林延柔听到这话，不禁怒骂：“这镯子被你这种贱人收藏，简直就是一种亵渎！你这种垃圾，就只配拥有垃圾！”话落，他直接当着我的面将镯子狠狠摔碎，把它扔地上，用脚狠狠踩了起来。有懂行的围观者仔细观察了下镯子，惊叫道：“这镯子好像是阳绿翡翠手镯，听说拍卖会的起拍价都要2个亿呢。”林延柔理直气壮道：“2个多亿又怎样？还不都是我老公的钱？我老公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砸烂自己的东西有什么问题？”这话把我都气无语了。先不说钟明就是个一穷二白的赘婿，就算把允星集团交给他打理，也因为他能力不足，将公司的市值亏损了将近1半。要不是因为他是我老公，我早把他开除了。可偏偏林延柔和现场的这些人都把他当成威风凛凛的大总裁，一个个对他仰慕不已。有林延柔带头砸碎手镯，其他人也不甘示弱，纷纷对着我后备箱的那些藏品就是一通乱砸。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我现在也没心思管这些，只想看看我那些饰品。没多停留，我无视这群人，径直朝着公司内走去。
这时，负责人突然出来，拦在我身前，鄙夷道：“我们商业区店铺也是你这个小三配进的。”我目光冰冷，厉声道：“我要看我的店，还有我的东西。”负责人冷哼一声：“你的那些廉价东西，一会儿都让人给你打包收拾扔出来，你也就不用进去了。”话音刚落，我那些价值连城的珠宝直接被扔出来了，连个保护措施都没有。那些珠宝哗啦啦地落了一地，甚至有的还发出了脆裂的断裂声。我甚至都能感受到我的心在滴血。我快速上前，看着那些被摔碎的东西，愤怒地看着负责人：“你们商业区的负责人就是这么对待别人店铺里东西的？”负责人十分不屑地盯着我：“一个下贱小三也配在我们这种高端的地方开店吗？我们只不过在丢弃垃圾而已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闻言，其他人都拍手叫好，不愧是负责人，处理事情真是公正公平，一针见血。没错，这可是端商业区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混进来的。小三还需要开店铺吗？你研究研究怎么勾引男人不就行了吗？反正你这贱人就擅长这个。林妍柔愈发猖狂了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当小三的下场，这辈子注定只能活在社会最底层，人人喊打，现场全是对我的辱骂声，围观群众也是各种羞辱。众人将我骂得越凶，林妍柔脸上的笑意就越浓烈。负责人趁机对林妍柔奉承道：“钟太太，这件事若是处理得令您满意，还希望您能在钟总面前帮我们大厦美言几句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大厦正准备提升，可这周边的地都是你们允星集团的。你看。”林妍柔双手环胸，一副睥睨天下的架势。放心吧，你今天的表现我很满意，到时候我让老公把地送给你们。负责人顿时笑得合不拢嘴，那就先谢谢钟太太了。钟太太，我丈夫跟允星集团以前也合作过，以后你们允星集团的单子能不能优先考虑考虑我家？我老公公司正在扩招，还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跟允星集团合作。钟太太，这是我家包包的购物卡，您收着，只希望以后咱们两家能多走动走动。一时间，许多人纷纷使出浑身解数，围着林妍柔各种讨好奉承，有的人甚至直接掏出银行卡塞进了林妍柔的包里。面对众人的攀附，林妍柔十分享受。她缓缓走到我面前，倨傲开口：“看到了吗？这就是金钱和权势的力量。像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三，这辈子也只配张开腿等着男人赏赐你3瓜2枣，而我这个正室却能享受到你永远都遥不可及的荣耀。给你1天时间，赶紧带着你的东西夹着尾巴滚出这个城市！要是再让我看到你纠缠我老公，我就让你在这儿混不下去。”地上的饰品就一团团地扔在那里，价值1个亿的东西就像垃圾一样被人踩在脚下。你们太过分了！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冷冽道：“你们会后悔的。”闻言，众人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般，纷纷仰头大笑。我没听错吧？这贱人竟然还敢口出狂言，一个下贱的小三而已，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钟太太可是允星集团的总裁夫人，捏死她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这个贱小三拿我们没办法，只能无能狂怒了。哈哈哈，真是丢死人了！我要是他，早就一头撞死了。他们争先恐后嘲讽羞辱我，恨不得用言语将我撕碎。围观群众也厌恶地批判着我，甚至不停朝我吐口水。林妍柔傲立人群中，仰着下巴睥睨着我，
满意的就像打了胜仗的将军，嘴都快笑歪了。就在这时，一辆辆豪车排成长龙驶来，停在了商场门口。紧接着，一个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迅速有序地走下车，巨大的阵仗让嘈杂的现场瞬间陷入了死寂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。在全场人的注视下，一名西装男走到头车旁，恭敬打开车门。紧接着，穿着一身高定西服的钟明从车内缓缓走下，他俊朗刚毅的外形配上不凡的气质，一下子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。这不是允星集团的钟总吗？对，就是他，真不愧是大总裁呀，出场牌面都这么气派，关键是他人还长得好帅呀，帅气又多金，难怪那个贱小三会不要脸地巴结着他。在所有女人艳羡的赞叹声中，林妍柔得意洋洋地上前挽住钟明的手。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钟明对他宠溺一笑。你不是说你在商场跟人发生了摩擦吗？我当然是来给你撑腰的。林妍柔娇羞一笑，睁大双眼看着钟明。真的吗？不管什么人欺负我，你都会替我讨回公道。钟明毫不犹豫道。当然，你可是我的宝贝，但凡欺负你的人，我都不会放过。见钟明毅然决然要替自己出头，林妍柔笑得更灿烂了，其他人羡慕得不得了。早就听说钟总是出了名的疼夫人，现在看果然如此啊！瞧瞧人家两口子，真是一对天造地设的恩爱夫妻。就是真不知道有些人哪来的脸，竟然还敢破坏别人的婚姻。关键是那贱人还挑衅到了钟太太的头上，真是自不量力。上钟总就要给钟太太出头了，我看那个小三还怎么嚣张。在众人的议论声中，林妍柔两人上演的就是家庭和睦的一面。我冷眼看着这一切，只觉得讽刺。他们两个人在这么多人面前早就已经明目张胆了，甚至都不把我放在眼。钟明也是不怕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万一这件事情被我发现，难道不怕我跟他离婚吗？还是说他觉得我不关注这些，所以他自觉以为自己瞒得很好，就知道老公对我最好了。那你可要好好的帮我报复回去，他可真是把我欺负惨了，你帮我报复回去，你的事情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听着林妍柔说的话，众人纷纷给林妍柔作证。是啊，那女人做的可过分了，耀武扬威的去指责柔柔。要不是钟总你过来的话，还不知道柔柔要被他欺负成什么样子呢。是啊，钟总，我们大家都等你过来给柔柔出气呢。钟明笑着给林妍柔拨了拨头发，语气和神情当中是说不出来的温柔缠绵。我看在眼里，恶心在心里，从来没想过像钟明那么老实憨厚的人，居然还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看来之前都是我识人不清瞎了眼，快带我看看，到底是哪个不要命的，竟敢欺负我的宝贝儿，连你都敢欺负，还把允星集团放在眼里吗？还不把我这个总裁放在眼里？闻言，林妍柔立马带着钟明掠过拥挤人群，指着我大声道：老公，就是这个不要脸的下贱小三，跟钟明初次见面是在我家公司里，当时我是隐瞒的身份在底层历练，那时的我打扮得不起眼，成绩不优秀，在公司只是个无人问津的小透明。为了隐藏身份做了不少努力，钟明也是实习生，跟我同一批进来的。他挺聪明的，但是看起来有些老实。他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吃惯了苦，也养成了勤奋的品质。他在公司是最努力的一个实习生，整天埋头苦干，对工作没有一丝懈怠。不管什么时候，
我总能看到他坐在电脑前聚精会神工作。因为他的努力，我也慢慢开始关注他。在我的暗箱操作下，他提前赚了证。聪明的人才不应该被埋没。我对他生了惜才之心。那天他很开心，整个人都散发了光彩，变得精神奕奕。转正后，他更卖力地投入到了工作当中。我最欣赏他身上那股坚毅不服输的劲，于是跟他慢慢熟络了起来。接触之后才发现，这个看起来老实的钟明，其实能说会道，经常把我逗得哈哈大笑。跟他相处，我总感觉很轻松，很舒服。即便两人相顾无言时，他的存在也能让我感到心安。不过，我们突破朋友的界限，还得从一次小组聚餐说起。那时候，我们小组说要一起去聚餐，每个人掏500块钱。我当时虽然隐瞒身份，但我不可能拿不出500块。为了保持人设，我只能厚着脸皮说掏不出来这么多。组长看我的眼神一下子就变了，他一直都看不起我跟钟明，觉得我们是农村出来的没见识，就算跟着去也是浪费，本想把我们隔绝在外。但是钟明却替我出了这笔钱。农村的怎么了？是我的业绩不好吗？这次小组的策划案都是我们2个出力最多，你们几个老员工就看我们是实习生好欺负，而且这最后的功劳不也是你们的吗？别说这单成了，你们没提成。钟明虽然说是转正了，但1个月的工资多少也不算太多。就这样拿出1000块钱，让我很感动。最后我们还是去了。钟明跟我说，再穷不能穷志气，我们已经来大城市奋斗了，多见识见识对工作也有帮助。你不用担心，虽然我们都是新人，但我也会照顾你的。我的内心泛起波澜，同时也生出了小女生的心思。聚会上，组长一直给我们穿小鞋，不停地让我们喝酒。我从懂事开始就跟着爸妈见识生意场上的事情，他们打的主意我一早就看出来了，无非就是想把我们灌醉，想让我们结账。这堆酒，这顿饭没个几万块下不来。因为我是女生，所以组长就想让我多喝点，但他们都不知道我酒量很大，是以前爸爸特意培养的。但是钟明替我挡酒，一直喝到胃出血，进了医院。我在这一刻彻底心动了。在医院里，我悉心照顾他，毕竟他是因为我的原因才会这样。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，意识到自己喜欢他就表白了，他欣然接受了我，我们就这样开始恋爱了。恋爱期间，我一直以普通人的身份与他相处，跟他吃路边摊、压马路、逛公园，偶尔看看电影，玩转游乐场，日子简单又快乐。后来，我带着钟明回家见人，知道我是首富之女的那一刻，钟明显得紧张又拘谨。我爸知道他出身农村，也没有瞧不起他，只表示不在乎什么门当户对，因为再富也富不过我家。他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对方必须入赘，因为我是他的独生女，他不希望我嫁到别人家去。我以为钟明会犹豫，会纠结，甚至可能拒绝，因为他家也只有他一个儿子，而且入赘这种事多多少少对男人来说都有些不体面。却没想到钟明竟毫不犹豫点头同意了，甚至还当场表示以后会全心全意对我好，只爱我一个人。为表忠诚，钟明特意在当天跟我签下了婚前协议，保证如果他婚后有任何不轨行为，就净身出户。我当时感动得不行。婚后，钟明也一直对我很好，温柔又细心，力所能及的全方位照顾我。为了让他在外面名声好听点，我特意将允星集团交给他打理。
只希望他身上有更多光鲜亮丽的光环。虽然公司被他打理得并不景气，但我也从未对他有过一丝怨言。我满心想着，只要我们能好好过日子，只要他能一心一意地爱我，其他都不重要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沉浸在钟明演绎出来的深情人设中。我一度认为他是个好丈夫，现在想想，只觉得讽刺又可笑。当多年隐瞒的事情败露，当钟明的目光触及到我眼神的瞬间，他脸色惨白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那抱着林妍柔的手也瞬间脱力，下意识地松开了对方。林妍柔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。柔柔没事，钟总肯定是看到欺负你的人，太生气了，迫不及待想给你出气呢。听到这话，林妍柔的神色才好了很多。你们看，钟总的脸都白了，估计是气坏了。谁说不是呢？男人养小三，也就是图个新鲜，谁真能允许小三挑衅正事，还欺负自己的老婆？对，这下见小三，估计是触碰到钟总的逆鳞了。这件人今天肯定是要完蛋了，快拿手机录下来，马上就有好戏看了。每个人都兴奋异常，等着钟明的下一步反应。可钟明像被点穴了一样，愣在原地，一动不敢动。见钟明迟迟没有反应，林妍柔忽然一副了然的样子：“老公，我知道这件人是你在外面养的小三，你不用因为怕我知道而遮遮掩掩的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这次好好惩治他，答应我以后不再跟他纠缠不清，我还是会原谅你的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教训他了。”林妍柔自以为这番话说得体贴大方，钟明听了肯定会放开手去为他出头，可钟明仍旧愣在原地，呆呆地看着我。没有人注意到钟明的额头已经渗出了不少冷汗。就在这时，另一个人拨开人群走了过来，他摸不着头脑，不解地看着钟明：“姐夫，为什么别的女人也叫你老公？”不等钟明有所反应，林妍柔突然上前，一把推开我：“你这个贱人，居然还跟家里人这样说你们之间的关系，看来我今天给你的教训还是轻了，竟然还敢跟家里人串通一气，今天我非得打死你不可。”说着，林妍柔扬起巴掌就要再次打我。一直愣神的钟明这才反应过来，猛地抓住林妍柔，把她往地上狠狠一甩：“你给我闭嘴！”林妍柔被钟明摔在地上，手肘摩擦地面，擦破一层皮，渗出丝丝鲜血。她立刻红了眼眶，委屈又生气地看着钟明：“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为了这个婊子推我？还是说，在你心里，我还比不上一个下贱的小三？这个小三到底有什么好啊？能把你迷成这样？”林妍柔气得朝钟明一连三问，但钟明置若罔闻，只现在我身边，小心翼翼道：“云星，你怎么样？没伤到吧？”我冷眼看着他，退后了2步。见状，钟明脸色顿时变得相当难看，一副吃了屎的表情。就在这时，一辆黑色商务车和几辆警车突然停在了路边，紧接着法务部的律师从黑色商务车上下来，直奔我，恭敬道：“李董，您要的离婚协议已经准备好了，我还带了警察来处理商业区伤人事件。”见到律师对我如此恭敬，林妍柔当即气愤大骂：“你个死小三，花样还真是多呀！为了装逼，还特意请演员来演戏，连李董都叫出来了，就你也配？”说着，林妍柔还朝我吐了一口口水。其他人适时当起了狗腿子，就是一个下贱的婊子而已，还想立女总裁人设，真以为把钟总迷住了，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？等钟总把你玩腻了，
你就等着流落街头吧，还有脸叫警察来？这个小三真是喜欢自取其辱啊！我无视他们，直面警察，严肃道：警察同志，这伙人当众对我进行造谣、诽谤、殴打，还损坏我的财产，并且毁坏打砸了我的车子和价值数亿的镯子。这件事我不接受任何调解，请你们严肃处理。听到我这么说，原本底气十足的人们瞬间慌了神，但有几个嘴硬的人依旧理直气壮，大声叫嚣：大家都别怕，我们教训小三是在伸张正义，谁也奈何不了我们。没错，我们为婚内女性捍卫自身权益，这难道有错吗？大家伙可都是支持我们的。围观群众立即站队，为他们喝彩助威。受到众人的鼓舞，原本还有些慌乱的人们立马又振奋了起来。警察扫了一眼被砸坏的车子，又看了看我脚下的首饰，眉头紧皱。光天化日之下聚众闹事，损害他人财产及人身安全，这就是你们口中的伸张正义？说完，几个警察开始拍照取证，而林延柔则是双手环胸，波澜不惊道：警察同志，我们这本来就是属于家庭纠纷，至于损坏财物，那些东西都是我老公买的，我老公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，我砸自己东西怎么了？在场的人们迫不及待帮着他说话。没错，这些东西都是钟总的，钟太太砸自己老公的东西，还需要给别人赔偿吗？这贱人以为自己是谁呀？一个小三，你有什么资格找正事要赔偿？真是想钱想疯了，连脸都不要了。警察看向林延柔，你说这些东西都是你老公的，请问你有什么证据？林延柔一把挽着钟明的手，面向警察道：我老公就在这里，不信你们问他。老公，你快跟警察解释呀！钟明跟碰到了瘟神一般，一把甩开林延柔的手，厉声怒喝：滚开！林延柔被甩得呆愣在原地，满面错愕地看着钟明。男人的反应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，其他人也是一脸莫名其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在全场人的注视中，钟明一步一步走向我，来到我面前，他二话不说，直接跪了下来，颤声道：老婆，对不起。钟明当众向我下跪道歉，还叫我老婆，这一幕简直闪瞎了那些人的眼，现场所有人都懵了，林延柔更是彻底蒙圈，一脸不敢置信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柔柔，为什么钟总会喊这个小三叫老婆呀？他们到底什么关系？其他人回过神，纷纷对林延柔发出了灵魂拷问。林延柔面色惨白，仿佛受到了巨大打击，她缓了好一会儿，才忽然回神，对着钟明歇斯底里地质问：钟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对着这个贱小三叫老婆？你不是告诉过我，结婚只是个形式，叫我不要急，说等你忙完了，就会给我筹办一个史上最盛大的婚礼吗？现在我们连婚纱照都拍了，结果你当着我的面叫别人老婆。林延柔的情绪彻底失控，显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。你不是说你心里只有我吗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是真正的青梅竹马呀，你怎么可以骗我？你说话呀！林延柔越说越激动，抓着钟明的手不断摇晃。钟明一把甩开林延柔，愤然怒吼：赶紧给我闭嘴！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是在摧毁我的人生？林延柔被钟明甩了个踉跄，无法置信地看着这个面前仿佛变成陌生人的男人。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，自己全心全意爱着的男人竟然会有这样的一面。钟明此时哪有心思顾及林延柔的感受，他只为自己捏了一把汗。他依旧跪在地上，对着我真诚开口：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
求你原谅我这一次。”钟明完全不要脸面了，语气里尽是卑微的祈求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失望道：“你应该知道，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因为她老公出轨才自杀的。我生平最讨厌的就是感情上的背叛。结婚前，你也跟我保证过，这辈子只会至死不渝爱我一个人。可结果呢？”我指向林妍柔，继续道：“你一边说爱我，一边在外面又成了一个家。难怪以前在宴会上你会替我挡酒，难怪我把你带回家。你知道我真实身份的时候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震惊。现在想想，你怕是早就盯上了我吧？你早就了解了我家的情况，所以才想尽办法引起我的注意，一边拿我当你成功路上的踏板，一边拿着我的钱去养你的小情人。钟明，你还真是藏得深啊！从前我一直沉浸在钟明对我无微不至的爱里，根本没有怀疑过他。可原来那些让我感动的瞬间，都是钟明的精心布局，太可笑了。亏我还一直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，亏我还一直把钟明当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人。老婆，老婆，我是真心爱你的，这件事我会给你处理好，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。钟明跪在地上，不停地拉扯着我，神情满是惶恐，生怕失去我。林妍柔还是一头雾水，她很不解地对钟明问道：“钟明，你凭什么给他下跪？就算她是你老婆，这些钱这些东西也都是你的呀，你为什么要这么低三下四？”钟明气得双眼通红，他怒瞪向了林妍柔，大声道：“因为我是入赘到他家的，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给的。”听到钟明的回答，林妍柔和在场的人们全部大惊失色，直到这一刻，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是真踢到铁板了。我冷漠地看了眼这些人，随即对着警察肃声道：“警察同志，我重申一次，这件事我不接受任何调解，请你们严肃处理。”行。警察点了点头，很迅速地将参与到这件事的人全部带去了警局。临走前还叮嘱我把所有损坏物品的价值证明，类似购买发票之类的东西带到警局，到时逐一清算问责。我带上所有的资料去往了警局。警局内那些原本气焰嚣张的人们，此刻全都愁眉不展。之前他们之所以对林妍柔百般讨好，完全是因为忌惮钟明允星集团总裁的身份。他们以为林妍柔是钟太太，所以各种跪舔攀附。可现在，他们所以为的钟太太，原来是他们一直瞧不起的小三，而我这个被他们欺辱的人，却成了他们最该讨好的存在。这让他们跟吃了一口苍蝇一样恶心又难受，一个个看向林妍柔的眼神锐利的仿佛能杀人。林妍柔这会儿已经彻底失去了灵魂，她受到了此生最大的打击，不单单是要面对巨额赔偿，更重要的是，她今天是奔着打小三来的。她口口声声说最痛恨小三，结果闹了半天，她自己才是小三，这个事实让她无法接受。警察们拿着我带来的资料一一核对，最后清算出林妍柔等人光是打砸毁坏的物件都价值5个亿。一听到这数字，众人纷纷骇然变色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他就算不是小三，也不可能这么有钱啊！警察同志，你们可别被他给骗了呀！就是一个女人哪来这么多钱？我建议你们好好查查那些钱的来路，说不定都是些脏钱。对，肯定是坑的别人的钱。他们仍旧不服，还在做着垂死挣扎。他们不信我的钱来路干净，字字句句都是诋毁。闻言，警察冷哼了一声：“我们刚刚已经调查过了，人家可是首富之女，
身价不是你们能估量的，只是人家为人低调，可他的低调却成了你们肆意欺负人的理由。一席话将众人堵得哑口无言。警察继续道：光是你们造成的金额损失，就足够你们把牢底坐穿了。有时间在这怀疑别人的身份，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赔偿。毕竟他可是坚决表明不接受任何调解的。5个亿，这对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天文数字，他们赔不起，只能继续耍赖。几个人依旧义正辞严，对我不满道：你有这么多钱，还针对我们干嘛？就是，这只是个误会而已，说开了就行了。至于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？不就砸坏你一辆车和一些藏品吗？你都是首富之女了，不会这么小气，还跟我们计较这点钱吧？他们一个个说得理直气壮，仿佛5个亿对他们来说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，又或者说他们觉得我有钱就该当一个冤大头，吃下这个亏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道：你们砸东西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要我别跟你们计较是什么意思？怎么，有本事砸，没本事赔？这群自以为正义的人，看上去好似是在替婚内女性打抱不平，可实际上却是为了攀附权势，为自己博取利益。若是纵容他们的行为，就是在助长这种恶劣的社会风气，我绝不原谅。每个人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所作所为来进行赔偿。有的人为了不坐牢，找自己的老公诉苦要钱，砸锅卖铁，东拼西凑，完成赔偿之后颓然离去。有的人则因为这件事当场收到了自己老公发来的离婚协议，他们钱也借不到，只能依法被关押拘留。至于林延柔，整个打砸行动他最积极，他身上背的债务自然最多。面对这巨额索赔，林延柔束手无策，只能将目光对准钟明。钟明，你看在我们青梅竹马的份上，就帮帮我吧。这么多钱，就算把我卖了也赔不起啊，我真的不能坐牢啊。林延柔声泪俱下，楚楚可怜。钟明实在于心不忍，犹豫一番过后，他看向我，祈求道：老婆，咱们没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吧，你就看在我们夫妻多年的份上，给我一个面子，别跟他计较了吧。我冷漠地看向钟明，给你面子？钟明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你觉得你在我这还有面子吗？一想到我们夫妻多年，我一直被你的虚情假意蒙在鼓里，我就恶心。离婚协议书我已经拟好了，今天开始你我再无瓜葛。说完，我看向警察，补充道：警察同志，林延柔不仅打砸了我的东西，还打了我一巴掌，麻烦也加进去。好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离去。就这样，林延柔和那些付不起赔偿金的人都被起诉送进了监狱，商场负责人也因为这件事被革职调查，整个商场被关闭整顿。至于钟明，则按照协议净身出户。后来钟明也找过我，跟我保证绝对不会再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也渐渐看清了男人的真面目，并不为此停留。属于我的人生绝对不是一段失败的婚姻，也不是囚禁我的牢笼，我会更自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